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要从萨尔兹堡火车站旁边的公车站搭车去温特山。我有买萨尔斯堡卡，所以搭公车免费。搭25号公车可以到达温特山，大约需要半小时。住在萨尔兹堡火车站附近，搭火车或是公车都非常方便。一路上的风景都看得见绿色的草坪，还有牛群在上面吃草。到温特山缆车站了，先进去搭缆车。跟着前面的人群排队，把萨尔兹堡卡拿出来，直接对着机器扫条码就可以进去了。车缓慢的上升，渐渐的离开地面。心情也开始变得有点紧张。乘坐缆车到达山顶大约10至20分钟。随着高度逐渐升高，眼前的景色慢慢变得不一样了。缆车基本上蛮稳的，只有在它爬升到某个高度的时候，才会有剧烈摇晃的感觉。山顶缆车终点站的海拔大约为1776公尺。温特山位于奥地利萨尔兹堡附近的郊区，属于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，海拔为1972公尺。山脉横跨德国与奥地利，所以站在山顶上，可以同时看得到奥地利和德国的风景，是萨尔兹堡地区相当热门的健行地点与观光胜地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山峰被白茫茫的云海笼罩着。山上的温度蛮冷的，还好前几天在国王湖有买登山用的外套。我觉得御寒衣物在当地买，保暖度真的很不错。前方有个大的十字架，听说这里有2座十字架，是游客拍照留念的重要地标。十字架在欧洲山岳地区很常见，除了象征基督教的信仰，也代表着祈求平安。从观景台看去，视野可以看得更远，可以俯瞰萨尔兹堡市区、德国贝希特斯加登以及远方的阿尔卑斯山。这条步道都是很难走的石头路，还好有从台湾自己带的登山杖。山顶的风很大，除了衣服要够保暖，穿着防滑的球鞋或登山鞋也很重要。中午决定在山顶缆车站旁边的餐厅用餐。虽然这里是观光景点，但是餐点的价位在奥地利不算贵。点了一份维也纳炸肉排搭配马铃薯沙拉，以及德式香肠配薯条与酸菜。维也纳炸肉排是奥地利最具代表性的料理之一，通常会使用猪肉或火鸡肉片，经过拍打。裹上面粉、蛋液与面包粉，再以油炸至金黄酥脆。德式香肠是以猪肉或牛肉制成的粗粒香肠，通常以烤或煎的方式料理。搭配的马铃薯沙拉则是德奥地区很常见的配菜，吃起来口感是冰的，有点微酸。外皮焦香，内里多汁，我觉得这2道主餐分量很大，而且非常好吃，很推荐。
跟着人群搭25号公车回萨尔兹堡火车站。火车站旁边有许多商店，由于今天是停留在萨尔兹堡的最后一晚，所以就到处随意逛逛。这家商店的感觉有点类似宝雅，除了卖生活用品外，还有女性朋友喜爱的保养品。这间超级市场的旁边有设置回收站，所以顺便把这几天喝完水的空瓶子拿过来这里回收。有英文界面可以使用，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，最后再将现金抵用券列印出来。这张抵用券可以在奥地利任何一家 SPAR 超市兑换。把早上寄放在饭店的行李拿出来，准备离开可空 Hotel。等一下要移动到另一家饭店，因为当初预订房间时，最后一晚可空 Hotel 已经客满了，所以才需要换饭店住。给大家看一下房间的内部。房间有小阳台，但这里周围比较属于住宅区，所以感觉很安静。一般基本的设施，每家饭店都差不多。把行李安置好之后，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，那就是把这几天累积的脏衣服拿去洗。这家自助洗衣店是在谷歌地图上找到的，距离萨尔兹堡火车站仅1.5公里。先选择要使用的洗衣机尺寸，将衣物放入洗衣机，然后将门关起来。旁边有一台结账机，要先结账。洗衣粉在结账机的旁边，要另外买。按照蓝色标签上的说明，将洗衣粉倒入前方隔层顶部。有需要的人，我将洗衣店网址贴在下方说明栏，提供各位参考。大家早，这2天好像在行军一样，拖着行李到处跑。现在正准备去火车站，等一下要搭火车去另外一个城市，奥地利非常有名的滑雪胜地因斯布鲁克。离火车出发的时间还有1个钟头，先到贵宾室休息一下，顺便吃早餐。这次到因斯布鲁克买的是头等舱的车票，把车票拿给工作人员看，就可以进入贵宾室。贵宾是提供自助式的轻食餐点，有可颂面包，各种不同的饮料，新鲜的水果、坚果和饼干。这些餐点在贵宾室内都是免费的，还能省下一笔早餐费。最棒的是有干净的洗手间，比车站付费厕所更方便。突然收到 OpenEB 的简讯通知，
原本预定9点56分出发的 RJX 560班次变更月台的位置。之前听说搭 OBB 的火车出发前要非常注意它的变动资讯，这次居然让我碰到了。如果你也打算搭乘 OBB 的火车，出发前一定要留意它的简讯通知。这趟火车订的是头等舱，空间很大，坐起来很舒服，行李直接放旁边，不用担心被偷走。座位旁就有时刻表，非常方便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沿途能欣赏到美丽的田园景色。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前进，往远处望去，让人感觉整个视野更加辽阔。搭了快2个小时的火车，终于抵达因斯布鲁克中央火车站。因为想善用这张头等舱票，决定再去体验一下因斯布鲁克的贵宾室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。2个不同区域的贵宾室提供的餐点都差不多。如果从台北到左营同样搭快2小时的商务舱，我觉得 OBB 火车的 CP 值好像比较高。接下来要去旅客服务中心购买这几天要使用的交通票券——因斯布鲁克卡。拿到的因斯布鲁克卡是用A4的纸张列印出来的。饭店离火车站大约15分，带着行李挤公车不方便，于是用走的过去饭店。自助旅行搬行李真的很消耗体力啊！走在因斯布鲁克的街道上，周围的景物和萨尔兹堡比起来，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和氛围。整个市区像是被一群高耸的山包围起来。check-in 时间还没到，所以先把行李寄放在饭店。这家饭店的前面有路面电车和公车的转运站，交通非常方便。第一站先参观当地著名的文化遗产景点格拉斯迈尔钟博物馆。格拉斯迈尔家族自1599年起便开始铸造钟的工艺，迄今已经有400年的历史。格拉斯迈尔家族为世界各地制作教堂的钟，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铸造厂。在因斯布鲁克地区的教堂，每天都能听到钟声响起。博物馆里面除了展示各式各样的钟，还设有互动式体验区，让游客可以亲自感受一下钟声如何震动的原理。户外还有一个展示区，摆放许多钟。透过展示，可以让游客了解钟的铸造技术。使用因斯布鲁克卡，可以免费进入格拉斯迈尔钟博物馆。来欧洲到处都能看到中世纪古城风貌的建筑物。下一个景点是蒂罗尔全景博物馆 ，IVB 1号有轨电车或观光巴士都可以到达这里，持有因斯布鲁克卡的游客可以免费搭车。这一幢建筑物是山上的旅馆。
由山上往下看，能够眺望整个因斯布鲁克。进入博物馆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大型背包放在置物柜。要先出示因斯布鲁克卡，工作人员会另外给一张入场券。仔细一看，每个白色的柱子上头都有一座雕像。蒂罗尔全景博物馆的参观重点是这幅超大型的全景画，描绘1809年的第3次伯吉塞尔战役，当地农民、修道士与士兵共同抵抗拿破仑军队。这幅画不仅是艺术作品，更是蒂罗尔民族认同与抗争精神的象征。这个喇叭造型的隧道非常有创意。整个展示区的空间非常大，主要是介绍奥地利有名的音乐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和收藏的乐器。楼上还有一个展示区，上去看一下。这个展示区在介绍不同年代的战争中，每个时期中的军人以及所使用的武器和装备。墙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有属于它的历史故事。今天刚好遇到奥地利军人在枪炮演练，所以整个山区都充满炮弹声。持有因斯布鲁克卡的游客，除了可以免费参观蒂罗尔全景公园、韩凯撒猎人博物馆和贝吉塞尔跳台，还能够免费搭乘 IVB 1号有轨电车或观光巴士。带大家逛一下因斯布鲁克的市中心。走在因斯布鲁克的街道上，阿尔卑斯山的壮丽景色与中世纪的古老建筑融合在一起，都能让人感受到这个城镇独有的浪漫。接下来几天住的房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基本简单的装潢，这个是4人房型，只有2个人住，所以感觉空间非常大。固定在墙上的铁管叫做电热毛巾杆，可以加热烘干衣物与毛巾，非常棒的设计。从台湾带过来的泡面，在萨尔茨堡时都吃完了，所以来附近的卖场逛逛，顺便再买一些泡面当宵夜。感谢您收看我的影片，我们下集见。介绍一下这集提到的 OBB 贵宾室。总共有7个贵宾室，分布在奥地利境内不同地区。
免费使用贵宾室的资格和注意事项提供给您参考。需要更详细的内容，可以参考 OBB 的官方网页或是我的欧洲自由行第1集的影片。